它曾是台湾唯一一支海陆空3栖特种部队，它曾是台湾的王牌部队，它是台湾水中特战部队的鼻祖，它就是水中爆破大队。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作为台湾曾经的王牌部队，台湾海军水中爆破大队可以说是当时台湾部队序列中仅有的一支全建制海陆空3栖作战能力以及水下行动的特种部队。虽然进入21世纪后，在台湾经时计划的改革下，该部队在2005年被缩编，但是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被分为了水中卸弹处理中队和爆破一中队两部分，规划水下作业大队和海军陆战队侦搜大队麾下。换句话说，该部队的主要力量依旧被延续了下来，并且不容忽视。而且因为这支特殊部队训练与任务的多样性、特殊性和艰苦性均与其他特种部队有不小的差异，所以一直被称为是台湾海军中一支较为神秘且引人注目的存在。1954年，受美国海军中一支名为水中爆破大队的影响，台湾出于组建一支类似部队的考虑，遂开始在海军中招纳志愿者，将按照美国部队的课程进行训练，并且邀请美国海军水中爆破大队协助进行该部队的训练及组建工作。不久，在培训完毕后，台湾水中爆破一中队得以正式成立，其编制为海军水中爆破队。而且在创建伊始，该部队是由少数海军陆战队、海军及陆军官兵组成的，之后则主要是海军官兵。1954年3月1号，美国海军为了继续进行协助，于是在左营组建了2栖部队巡回训练小组。随后因为该小组的初期训练太过短暂，便由首位进行过完整12周系统训练的海军某军官担任教官。至此，因为该小组的成立，海军爆破队成为了台湾所有的擅长于水中作战特种部队的鼻祖。1955年4月，在有关高层检阅海军时，因为水中爆破队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所以随后出于让海军代训陆军2栖侦察队蛙人的要求，该部队的部分蛙人便作为助教，协助陆军2栖侦察队以及海军陆战队2栖侦察连培养蛙人。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蛙人部队也因此被印上了该部队的记号。1962年，水中爆破队开始进行伞降训练，成为台湾当时少有的具有渗透能力的蛙人部队。1962年2月13号，海军水中爆破队被改编为第1水中爆破队。1962年3月16号，海军2栖部队又在第1水中爆破队之外，又增设了第2水中爆破队。1966年，水中爆破队1中队和2中队被正式合并扩编为海军水中爆破大队。1969年2月1号，台湾特种军事情报室海昌队被改编为海昌中队，并入海军水中爆破大队，但在1973年被裁撤。1974年9月1号，水中卸弹处理组在该部队被正式组建。1985年5月28号，水中卸弹处理组和水中爆破2中队合并为水中卸弹处理中队。1989年1月1号，第1水中爆破队被改为水中爆破中队。时间来到1990年代，因为受到美国海豹突击队等现代特种部队的影响，出于让水中爆破大队的训练项目、战斗形式、人员规模以及任务性质可以和海豹突击队处于同一水平的考虑，台湾随即对该部队进行了改头换面的改革，使其训练和战斗均比美国海军陆战队2栖侦搜大队更加残酷严苛。海军爆破队的主要任务也因此转变为：一是实施包括利用陆海空3栖方式潜伏进敌方内部，对重要目标进行情报搜集和突击破坏等特战任务在内的特种渗透作战；二是进行包括相关海域中的水雷拆解工作和清除敌区的反登陆卸弹在内的专业水中卸弹处理；第三是包括进行突击破坏与情报搜集行动，确保后续部队顺利进行在内的2栖登陆作战。被台湾寄予厚望的海军水中爆破大队也在逐渐完善后，陆续秘密执行了多次任务。台湾也因此将海军水中爆破大队作为战略力量来使用，足见其重视程度。该部队也因为参加过台湾多次军事演习，并协助天威部队进行反渗透作战考核，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使其在台湾特战部队中盛极一时。不仅因此得到了台湾的高度信任，甚至连有关人员的培训也都交由爆破大队进行。海军水中爆破大队的训练共分为6个阶段，
其中以体能训练为主的第一阶段，包括长途武装泅渡、长途武装越野、水中训练和蛙人操。该训练以对成员意志和耐力进行考验为目标。水中爆破大队受训人员在该阶段训练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结束前为期1周的体能测验，也就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克难周，又被称为地狱周。在为期1周的考核中，教官会利用夜以继日的持续不间断训练考验成员的意志力，并借此将成员的意志和体能激发至极限。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优中选优。在克难周最为关键的，也就是外界最感兴趣的2项考核，就是胆识训练和天堂路。最终完成这2项训练的成员，才称得上通过了意志的最难测试，然后开始第2阶段的训练。第2阶段是包括近身格斗以及枪械使用训练、战术训练、武装泅渡及生存训练、枕木训练等科目在内的战斗与水下行动课程培训。唯有完成前2项训练的人员，才有资格接受第3阶段的训练，并能够真正开始水中爆破大队的专项军事训练。第3阶段是包括利用水中装备对敌进行渗透作战、2期渗透搜集训练、水下作战综合项目训练和水中装备使用与爆破大队所配备的专业装备培训等训练在内的水中爆破大队专项军事训练。该训练的目的是让成员接受更加专业的水下爆破作战训练，培养区别于海军陆战队2栖侦搜队的水下特种战斗士兵。在第3阶段的最后结尾时，同样会进行考核，受训人员会进行800米到40公里不等的武装越野、200米到3公里不等的武装泅渡等测验。除此之外，还会进行一系列潜水和水中作战综合考核。受训人员在通过考核后，会根据身体素质和特长情况，分配到水中爆破大队下辖的各单位进行服役。但苦难并没有因此而告终，严格的第4阶段训练即将开始。分配人员只有在完成包括卸弹处理、爆破和野外生存等在内的第4阶段专项训练后，才有资格赢得爆破大队的标志，并正式加入海军水中爆破大队。但在此之后，还要接受山地和伞降战斗训练在内的3期作战训练。在完成前5项训练后，成员将会再次根据专长被分配到爆破中队或者是卸弹处理中队，接受各不相同的专项训练。据资料显示，该部队的淘汰率达到了惊人的80%，入队队员也只有在结业后才可以佩戴水中爆破大队的臂章。2005年，海军水中爆破大队被裁撤改编为如今的海军陆战队2栖侦搜大队水中爆破中队，成为台湾2栖部队的一把特战尖刀。而该部队现如今的任务包括协助各地区执行救生救难任务，训练台湾其他特种部队水中作战技能等。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